们离开威尼斯的这一天，有点难过，因为我还蛮喜欢威尼斯的。对，我目前最喜欢威尼斯，你呢？我也是。以后威尼斯可以再来一次。我们今天一大早7:10要出门，拖着行李，然后要走到码头那边，要去坐公车船，我们要去机场。那你们记得要买不同的票，因为普通的公车票是不可以坐机场的船的。当你要做的时候，你再 activate 就好，就是你再激活那个票券，票券就好，然后大约是120分钟之内都 OK 的。总之，我们票是提前先买好的，你们记得也要提前先买好，才不会手忙脚乱。我们去机场不是要坐飞机，我们是要去租车，我们要租车自驾去米兰。我要去一个我很想去的地方，这是我在网络上的 IG 看到，是一个悬崖教堂。它的这个教堂就建在悬崖上面，然后我们要去看它。希望是一个很酷的一个行程，因为是小众景点，所以没有太多人介绍，我自己也不知道状况会怎样，所以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。OK， 我们到机场了。那像我们网络上买票呢，有点麻烦，你要用手机的 email 先 activate， 你秀给他们看一下。你要先按这个，让它 activate， 就是你上传的时候就要按了。对，然后下传以后，它会给你扫那个2维条码。对，总之会有2个人站在那边帮忙，所以应该不会太难。OK， 我们顺利租到车子啦。那这一间租车公司跟我们上一间租车公司是不一样的哦。那这间租车公司给我们的车子呢，并没有倒车引擎。倒车系统，所以它也不会给你哔哔叫。上一间的车子比较好，你要是靠太左边、太右边，它会给你哔哔叫，会就是提醒你。所以在意大利租车，你还是真的不知道你会租到什么车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需求，记得询问你们的租车公司。悬崖教堂呢，是我一直很想要来的一个地方。它算是当时在 Verona 那些的隐士，就是教会那些隐士的一个秘密的居住点。那从很久以前11世纪就有，后来把它这个教堂建起来以后，就有更多就是朝圣者会来。然后曾经还出现过圣母玛利亚的奇迹。我为什么会来呢？虽然我不是天主教，但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，就让我非常的向往。所以我就来了，只是今天天气没有到很好，但也有一种不一样的氛围啦。然后带你们去看看，走。沿路上就会有很多雕像，它有好几个。如果你们没有自驾，那你也可以搭公车，你就自己走下来就好。那我们开车的其实也没有差到多远啦。差不了多少 ，OK， 走吧。哇，云海很漂亮哎，还是很美。当时啊，他们就是这样人工把这些洞穴给凿出来。经过隧道以后，走没有30秒就可以看到悬崖教堂啦。这座悬崖教堂坐落在意大利北部维罗纳城市附近一个离地表760米高的地方，俯瞰着阿迪达河谷。自中世纪以来，这里一直是宗教朝圣的目的地。经过几世纪的发展，这座建筑物从一个隐居的地方变成一座教堂，在1530年首次落成，最终成为一个供人沉思还有思考的避难所。上世纪70年代的中期，进行了一次重大翻修，挖出更多的山，增加额外的空间。如今的旅客可以通过一条铺好的小路从上面抵达殿堂，也可以通过一条更长的小径从下面往上爬。这条小径被称为希望之路。我觉得最漂亮的其实是教堂的内部，内部的左边和殿堂的背景都是用山的岩壁来作为建筑的一部分。殿堂的正中间就是圣母玛利亚，它的周围有天使环绕着它。
教堂的内部有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雕像，还有一个房间专门放满了圣骨、圣血、圣人的遗迹。我们回到车子里面啦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间教堂实在是太 holy， 很神圣，还蛮值得来的。我觉得它是主教座嘛，会在那个岩石上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很漂亮，就是那个白色岩石这样下来，然后觉得非跟别的教堂不太一样，还蛮壮观的。它并不是雕刻壮观，它的背景就是一个很朴实的岩石。他就直接把圣母跟天使的雕像直接潜进岩石里面，它后面也没有做太多的装饰，就是这种很朴实的感觉，让你特别的神圣。因为它这个是悬崖教堂，它只建在一个薄薄一层岩石上，它就把岩石里面挖一个洞出来，然后把教堂建在那边。太厉害了，蛮值得来的。我觉得来意大利看了这么多教堂，我觉得是庄严度可以媲美那些别的教堂，不错的景点。虽然说它很简单，但是很神圣庄严的感觉，会让人印象深刻啦。没错，我们2个人的印象很深刻。你一坐进去，也可能是它的 BGM， 它的背景音乐。这也是我们唯一坐在那边坐那么久的教堂。对，我在这个教堂，我是认真坐在这边，然后感受当下那种神圣的感觉。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开车开那么久过来这边，然后觉得好像不坐一下好像说不过去，然后来一下看了一下走，好像很不值得，因为我们必须往这边开也要开个大概1个小时多，而且是走那种9弯18拐的山路上来的，开车技术要很好，尤其是大雨天，旁边全是雾，就是那个道路很窄。对，而且它悬崖下面很深，就是白的一片，蛮酷的。现在也是白的一片，对吧？前面也是白的一片，你们看。你看不到别的地方哦，你就只看到你的路，然后你知道下面是悬崖，因为你在山上，因为你开很久上山，所以你知道下面很深，但前面就是白的，旁边也是白的，都是白的。哦，不过出现一点绿地了，所以你看得出来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这边的景色很壮观。好，就先这样啦，我们等等 Verona 见，拜拜。拜。我们现在到 Verona 啦，维罗纳，也就是朱丽叶跟罗密欧的故居。他们没有真的住在这边啊。OK， 全世界不是只有一个罗马竞技场，罗马竞技场的这个形式啊，在世界各地都有。维罗纳也是有一个竞技场，规模也没那么大，它是可以开放进去的。但是我没预约，我也没有想要进去到里面。我都已经进罗马竞技场，好像就没有这个必要。对，它只有2层楼，而且它没有罗马竞技场这么的历史悠久，也没有罗马竞技场这么的精致。刚刚在下雨，但现在不下雨了耶，好开心哦，天气变好了。茱莉亚的妹妹，还是茱莉亚，快要。发现它这边也蛮好买的耶。我刚刚已经买了那个 Kiko 的化妆品，你们知道 Kiko 吧 ？Kiko 是意大利的平价美妆，那它还蛮有名的。你们来意大利可以买 Kiko。OK， 我们到了朱丽叶的它的那个窗台，那罗密欧就从下面给攀爬上去。哦，原来是。莫内内的不用买票。是啊，我刚才已经讲了。然后你要参观故居就要买票。那你要买票吗？参观故居吗？我觉得没必要。我也觉得没必要。找莫内内而已。找莫内内而已。我也只讲莫内内而已。那么好。我摸到它的内了，爱情跟幸运双收，跟你差不多一样大。I just kidding， 会红标。你们不要听他讲话，我想揍死他，我想揍死他。可以剪掉啊。太贱！我们都摸完朱丽叶的内内了，应该可以相守一辈子。不吧？有多少几个那边摸完内内的还不回去离婚？爸，我不知道 ，Never know, right？ 我来吃这个了 ，Thank you。哇！我当时看到别人来吃，我就很想吃。一天炫一支冰淇淋，耶！牛奶跟巧克力口味的。然后下面是开心果的。对，我们吃的是这家，给你看一下名字。这
这一间。哇！没想到维罗纳也有很漂亮的钟塔哎，好漂亮哦，感觉是可以上去的哦。完了，维罗纳，我想说我只是来快闪摸一下朱丽叶的内而已，我不知道它这上面，它这里面还这么漂亮哎。我们到所谓的领主广场了。来看，你们看，这个就是但丁哦，很酷哎！我发现这里很漂亮哎，维多纳很美耶。虽然是下雨天，所以天气有点阴阴的，但你可以感受到这里浓浓的历史感，不输给那个托斯卡尼的一些小城镇。他在学但丁，这是蔡康永。你还插一只鸽子在你的乌鸦在你的肩膀上，打一只鸟鸽子就飞了。我们认真的查了一下但丁是谁，我们两个文盲。但丁是意大利语之父，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啊、非常伟大的诗人，他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，他的史诗啊《神曲》留名后世。他是佛罗伦斯啊，佛罗伦斯人，然后被流放，然后死在这里。那领主广场旁边走过来，就有他们的小市集耶。啊，不错，看起来好有趣哦。这种小市集就很有那种欧洲圣诞节那样有市集的感觉。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，这是当年处刑犯人才会挂在这吧？你看那个铁链。头是挂头上，那你挂头啊？那打不开啊。打得开你就想挂吗？别闹了。打开我就挂了。我家老公疯疯癫癫的，走吧，我们继续到处逛逛。我们从爱之都维罗纳离开了，正在前往米兰的路上。从 Verona 到米兰要花1个半小时，还不错，还蛮近的。那我们到了以后，由于天气不佳，我们可能就先 check in 我们的 Airbnb， 把东西放下，还车找东西吃。先这样咯，我们等等见，拜拜。